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破晓之刃》决战上海滩故事解说。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医院病房内气氛压抑凝重，年少的沈笑守在病重的妹妹沈念床前，满心焦灼又万般无力。身体虚弱的沈念再三劝说哥哥不要再为自己耗费钱财，声称自己能够咬牙熬过去，不愿再成为沈笑的拖累。沈笑立刻打断妹妹的消极念头，语气无比坚定地告诉她，自己早已对过世的爹娘许下承诺，就算拼上自己的性命，也一定要护着妹妹平安活下去。医院医护人员态度冷漠强硬，当场告知沈笑，重症特护病房需要先缴纳500块大洋定金，分文不能少，没钱就立刻带病人离开，任由其自生自灭。医护人员只给了沈笑2个小时的筹钱时限，超时凑不齐费用，就会将兄妹2人赶出医院。面对严苛的通牒，沈笑神色沉稳，笃定2个小时足够自己凑齐救命钱。为了快速赚取医药费，沈笑孤身前往黑虎堂擂台赌场。黑虎堂一众打手见他身形单薄，年纪轻轻，看起来毫无威慑力，便纷纷出言嘲讽，讥笑他不自量力，竟敢上门讨要钱财。一众打手嚣张放话，只需1拳就能打倒沈笑，甚至扬言要废掉他的手脚。面对众人的围堵挑衅，沈笑不愿多余纠缠，直接点明规则：打赢10场擂台就能拿到600块大洋，让所有人一并上前，自己还要赶回去照顾妹妹。一众打手一拥而上围攻沈笑，却被他尽数轻松击溃，毫无还手之力。黑虎堂众人恼羞成怒，当即下令将沈笑关进铁笼，全员联手出击，是要打断他的全身骨头。此时，龙图商会的七爷顾老七正在现场观战，他一眼看穿沈笑绝非普通落魄少年。沈笑招式干净利落，出手极有分寸，处处留有余地，从不伤及人命，既有骨气又守规矩，是一匹蛰伏的猛虎，正好能够成为商会可用的利刃。沈笑顺利打赢10场擂台，依规向黑虎堂索要600块大洋酬劳。可黑虎堂全然不讲江湖规矩，当场耍赖拒付，还准备动手伤人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，七爷顾老七现身压场。黑虎堂头目雷老虎见到七爷，瞬间收敛所有嚣张气焰，态度变得拘谨畏缩。七爷直言自己压住沈笑获胜，亲自为他做主，勒令黑虎堂立刻打开铁笼，足额支付赏钱，同时质问雷老虎是否要为几百块大洋公然与龙图商会为敌开战。迫于龙图商会的威慑，雷老虎只能乖乖照做，但内心依旧怀恨在心，放话绝不会轻易放过沈笑。七爷强势护住沈笑，明确告知雷老虎，阻拦沈笑就是当众打龙图商会的脸面，若不服气大可正面开战。雷老虎忌惮七爷势力，只能隐忍退让。七爷临走前叮嘱沈笑先去处理急事，事后前往龙图商会找自己。沈笑郑重道谢，随即匆匆离去。沈笑离开后，医院里还有人不断嘲讽沈念，笃定他家境贫寒，哥哥根本拿不出500块大洋医药费，甚至扬言若是沈笑能凑齐钱款，自己就当众吞下药瓶。就在众人极尽嘲讽之时，沈笑带着足额大洋赶回医院，当场打脸所有看笑话的人。他态度强硬地叮嘱医院动用最好的药材，聘请最好的大夫为妹妹医治。若是沈念出现任何差错，他定会拆掉整座医院。医院负责人不敢怠慢，连忙恭敬应允，火速为沈念安排顶级特护病房与专属医师。妥善安顿好妹妹的病情后，沈笑依约前往龙图商会拜见七爷。刚到商会门口，他就被守门护卫拦下。护卫知晓沈笑在黑市擂台一战成名，却依旧态度傲慢，直言七爷不是谁都能随意拜见的，还告诫沈笑入了龙图地界就要收敛锋芒，守好规矩，想要进门必须先过自己这关。旁人暗自震惊，此前身手强悍的萧三爷竟被沈笑一招制服。可守门护卫依旧不服，当场拔刀想要教训沈笑，所幸被商会高层及时制止。出面解围的人连忙向沈笑致歉，解释护卫性情暴躁，让他不要放在心上，并告知沈笑七爷已等候他许久。商会众人私下议论，龙图商会本有大少爷顾明轩、三少爷2大核心势力，如今身手过人的沈笑入局，往后商会的局势势必不再平静。而七爷心中早有盘算，商会内部积弊深重，毒瘤暗藏，心性沉稳，身手卓绝的沈笑正是帮自己肃清内部腐朽势力的最佳人选。沈笑进入内堂拜见七爷，七爷率先询问沈念的身体状况是否安稳。沈笑真诚致谢，坦言若无七爷出手相助，妹妹难以脱离危险，这份恩情自己会永远铭记。七爷不喜虚言客套，当场宣布收沈笑为龙图第4位义子，将油水最足、位置最重的城北码头全权交由沈笑管辖打理。这项任命瞬间引发商会元老集体反对，众人纷纷劝阻，
声称城北码头是商会核心重地，日进斗金。沈孝出入商会毫无根基，只是异界外人，根本不配执掌如此重要的地盘。七爷态度强硬，当众驳斥众人，直言自己用人自有决断，无需旁人智慧。大少爷顾明轩见状，假意附和支持义父的决定，表面大度接纳沈孝，暗中却隐晦提醒他，城北码头鱼龙混杂，事端频发，若是后续出事，别怪自己没有提前告知。沈孝接手城北码头后，当地地头蛇下山报立刻上门挑衅闹事。下山报肆无忌惮地宣布，将码头所有通行资费直接上涨3倍，逼迫底层苦力交钱，拒不缴费者一律不准运走半点货物。一众苦力苦苦哀求，坦言收入微薄，难以糊口，根本无力承担暴涨的资费。下山报全然不顾底层百姓死活，嚣张扬言就是要砸了沈孝的场子，当众羞辱这位新来的码头管事。就在下山报肆意猖狂之际，沈孝从容现身，平静告知对方，自己就是他口中不配管事的乡巴佬。下山报看清来人后，满脸不屑，随即透露有人出价500块大洋，要买断沈孝的双腿。紧接着下令手下动手伤人。沈孝身手凌厉，干脆利落，瞬间制服所有闹事打手。随后淡然放话，让幕后雇主看清现状。如今的城北码头已然改姓沈，绝不允许任何人肆意撒野。经此一事，沈孝彻底在城北码头站稳脚跟，威名传遍整个码头地界。接连受挫的黑虎堂心存怨恨，雷老虎为除掉沈孝与七爷，暗中与人达成利益交易，主动让出自己掌管的城南地盘，借力复仇。与此同时，龙图商会周边氛围诡异死寂，外放的眼线全部失联。经验老道的七爷瞬间察觉危机，当即下令众人紧急撤离避险。果然，黑虎堂的黑老虎早已带人埋伏在此，当众扬言要将此地变为七爷的葬身之所。黑老虎坦言，单凭自己的势力，绝不敢招惹顾老七这位上海滩老牌大佬。此次能够顺利设伏，是因为龙图商会内部有人里应外合，暗中勾结。他嚣张宣称七爷的时代已然落幕，随即下令全员围剿，是要取七爷性命。生死危急关头，沈孝及时赶到，第一时间护住身旁的曼青姐，安定众人情绪。面对大家的疑惑，沈孝淡然表示，自己早已察觉到周遭暗藏的恶意，如同嗅到了疯狗来袭的气息。黑老虎见计划败露，依旧不死心，下令全员厮杀，扬言要让在场所有人葬身于此。混战之中，敌方不顾江湖规矩，暗中开枪偷袭，众人连忙提醒沈孝提防身后袭击。见对方公然动用枪械，不择手段，沈孝怒火中烧，怒斥雷老虎背信弃义，胆大妄为。他当即下令封闭场地大门，严防一人逃走，是要肃清所有叛敌之人。黑老虎、雷老虎一行人见大势已去，无力抗衡，只能仓皇逃窜，暂时躲过一劫。危机彻底解除后，沈孝连忙上前慰问七爷伤势，满心愧疚致歉，坦言自己救援来迟。七爷心有余悸的感慨，若是没有沈孝及时驰援，自己今日定然难逃死劫。众人随即询问三少爷，为何能精准得知此处突发变故。三少爷解释，是大少爷顾明轩提前传来密报，察觉黑虎堂在黄浦江有异常动向，自己才得以火速带人赶来支援。这番说辞让七爷心生疑虑，自己的行踪属于商会绝密，外人无从知晓，顾明轩却能提前洞悉异动，处处透着蹊跷。不等七爷深究，顾明轩率先上前假意请罪，自责未能提前识破敌人阴谋，随即话锋一转，当众诬陷沈孝，直言此次遇袭绝非意外，沈孝就是商会内鬼。他罗列疑点，声称沈孝刚接手城北码头，七爷就遭遇埋伏，且每次都能精准及时救场，分明是与雷老虎串通一气，上演苦肉计骗取信任，意图谋夺商会大权。不知情的众人被说辞误导，纷纷指责沈孝忘恩负义，吃里扒外。面对无端的污蔑与众人的指责，沈孝神色淡然，不卑不亢，直言顾明轩颠倒黑白的说辞太过可笑。顾明轩见沈孝拒不认罪，立刻搬出商会严苛家法，以勾结外敌、3刀6洞、沉江处死的刑罚施压，当众逼问沈孝是否认罪。沈孝铁骨铮铮，坦然表态，自己此生只亏欠妹妹一人，不欠商会分毫。若真想对七爷不利，无需借助任何外敌之手。混迹上海滩30年的七爷，阅人无数，心智通透，早已分清忠奸善恶。他深知沈孝品性正直，绝非谋权叛国的小人，但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帮沈孝彻底自证清白，他定下现实任务，给了沈孝翻盘的机会。七爷告知沈孝，黑虎堂雷老虎的拜把子兄弟二当家下山虎赵彪，是此次事件的关键人物，限时3小时。
让沈孝要么生擒赵彪带回商会，要么带回其贴身信物。完不成任务，自己也无力保他性命。时限过半，商会一众元老纷纷嘲讽沈孝，认定赵彪手握200人手，配备枪械火器，实力强悍。沈孝此去必死无疑，大概率是畏罪潜逃，勾结外敌。话音刚落，沈孝便如期归来，不仅成功生擒赵彪，还带回了关键信物。他手持信物当众对峙众人，彻底洗清了自己的通敌嫌疑。七爷见状满心欣慰，当众夸赞沈孝是难得的豪杰，过江猛龙，同时严肃警告所有商会成员，今后再有人无端猜忌污蔑沈孝，就是公然质疑自己，对抗龙图商会。经此自证一战，沈孝彻底在商会站稳脚跟，坐稳了龙图第一快刀的名头，再也无人敢随意轻视挑衅。内部风波刚刚平息，外部危机再度袭来。日本黑龙武士会公然打砸龙图商会城南所有场子，上门恶意挑衅，声称所有冲突皆因沈孝而起，逼迫龙图商会给出说法。性情刚烈的三少爷当即请命，希望七爷调拨人手，连夜踏平黑龙会场馆，扬我商会威势。七爷及时制止了他的冲动举动，冷静分析局势，点明黑龙会背后有日本军方撑腰，贸然开战只会将整个龙图商会拖入灭顶之灾，不能让全员为沈孝一人的纷争买单。日方副会长随后亲自上门对峙，态度傲慢嚣张，扬言沈孝挑衅黑虎堂就是折损黑龙会颜面，随即立下生死擂台战书，约定3日后在城南大赌场比武决胜，分出生死。若是沈孝不敢应战，龙图商会就必须登报道歉，承认不配立足上海滩。七爷强硬回对日方，龙图从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惧事，谁敢动自己的义子，就要掂量清楚能否承受龙图的反击。身边众人连忙劝阻沈孝，告知他日方馆长藤原龙之心毫无武道底线，这场擂台本就是必死之局，日方早已暗中埋伏重火力，妄图借着比武的幌子强行接管城南全部烟土生意。沈孝孤身赴约，必定十死无生。比武当日约定时限已到，沈孝迟迟未曾现身。黑龙会日本人当众肆意嘲讽贬低所有中国人，叫嚣中国人都是懦弱的东亚病夫，只配向日本臣服下跪。就在日方极尽猖狂之际，沈孝孤身赴约登场，日方依旧百般羞辱刁难，逼迫沈孝对着东亚病夫牌匾下跪磕头，才允许他登上擂台。面对极尽屈辱的挑衅，沈孝毫无惧色，坦然入场应战，凭借精湛的武道实力碾压对手，彻底击碎日方的偏见与嘲讽。落败的日方武者彻底撕破脸皮，摒弃所有武道规矩，直言唯有死人最安全，当即下令手下持枪扫射，嘲讽中国传统功夫在现代火器面前不堪一击，只是一场笑话。危急时刻，龙图商会兄弟早已提前布防，及时现身反击，与日方势力激烈交战。日方众人猝不及防，节节败退，满心诧异龙图商会竟早有准备，最终无力抵抗，只能仓皇撤退。战事结束后，众人在现场查获数百箱大烟土，这批烟土流入黑市可换取数十万大洋，足以支撑商会半年运转。身边众人纷纷劝说沈孝隐瞒此事，上报七爷，将这批烟土充作商会经费。但沈孝态度坚决，他深知这批烟土沾满底层百姓的血泪，是祸国殃民的毒药。七爷早已立下铁律，龙图商会绝不触碰烟土生意。焚烧烟土既是守护商会底线，也是拯救上海滩百姓。同行之人极力阻拦，怒斥沈孝意气用事，直言焚烧烟土就是砸毁所有人的生计饭碗，甚至出言威胁，若是沈孝执意如此，便当场动手对峙。沈孝气场凛冽，淡然告知众人，仅凭对方人手根本无力抗衡自己，执意阻拦便鱼死网破，最终坚决焚毁了所有烟土。深夜，沈孝带着友人面见七爷，将顾明轩勾结日方私贩烟土的所有真相和盘托出。七爷得知真相后悲愤交加，怒斥顾明轩为谋取暴利背弃家国，沦为日方走狗。阴谋彻底败露的顾明轩不再伪装，当众指责七爷顽固守旧，阻碍自己敛财夺权，扬言七爷的时代已然落幕，自己要强行掌控龙图商会。顾明轩当即号召亲信发动叛乱，与龙图正统势力展开厮杀。混乱之中，叛乱之人发现沈孝年幼的妹妹沈念，想要挟持孩童作为软肋，逼迫沈孝妥协。七爷奋力阻拦，却身陷重围，身受重伤。丧心病狂的顾明轩不顾养育之恩，当众下令开枪，执意要取七爷性命。叛乱势力最终大势已去，只能仓皇逃窜，而七爷重伤垂危，无力回天。沈孝连忙护住七爷，让人火速请来大夫救治。七爷自知命数已尽，拦住众人的救治举动，虚弱的将象征龙图最高权力的扳指交给沈孝。
当众传位，命他接任新一任龙头。七爷临终嘱托沈孝，不必拘泥老旧帮规，务必守住中国人的底线，肃清上海滩所有汉奸外敌，守护本土基业。七爷离世后，商会一众元老立刻发难，拒不承认沈孝的龙头身份。众人纷纷刁难，直言沈孝是外姓外人，根基尚浅，没有资格执掌商会大权，逼迫他交出班旨，主动退位，还假意承诺会善待补偿他。三少爷挺身而出，怒斥一众元老在七爷尸骨未寒之际就逼宫夺权，人心凉薄。为首的肥叔呵斥三少爷小辈无权插话，逼迫沈孝二选一，要么安稳退位，要么对峙自取其辱。就在局势僵持之际，全场龙图兄弟齐齐下跪，齐声拜见新任龙头，彻底认可沈孝的统领地位。坐稳龙头之位的沈孝随即下达第一道政令，发布江湖最高追杀令，全面清剿顾明轩残余势力与黑虎堂所有盘口，严惩所有勾结外敌、残害同胞之人，是要拿下顾明轩首级，为七爷祭奠亡魂。众人很快追查得知，顾明轩残余势力藏匿在4号码头，计划连夜携带重型武器逃离上海滩，投靠关东军寻求庇护。沈孝即刻带人奔赴码头拦截。此时的顾明轩依旧嚣张跋扈，身边日本军官出言安抚，声称只要登上日军军舰，沈孝便无可奈何。顾明轩更是放话，待自己借的军方兵力归来，定要将沈孝千刀万剐，报仇雪恨。话音未落，沈孝带人赶到码头，上前阻拦的日方武士尽数被沈孝斩杀。顾明轩彻底陷入绝境，跪地求饶，承诺交出所有势力、资产与人手，只求保全性命。沈孝态度冰冷，直言他的罪孽不配由自己清算，应当交由逝去的七爷审判。随即下令将顾明轩拖拽带走，定于次日正午在龙图大堂公开审判这名叛国汉奸。公审现场，众人当众罗列顾明轩3大死罪：勾结黑虎堂私贩烟土，残害底层百姓，泄露商会机密，勾结黑龙会祸乱上海滩，忘恩负义，亲手谋害养育自己30年的义父，条条罪状罪无可赦。可顾明轩依旧不知悔改，执意认为自己谋利无罪，错的是守旧固执的顾老七。沈孝当众怒斥顾明轩，钱财虽好，但祸国害民的黑心钱财，中国人绝不能触碰。七爷养育他，教导他立身做人，他却为私利背弃家国，丢掉民族脊梁，不配为人。穷途末路的顾明轩搬出关东军与藤原洋行威胁沈孝，扬言杀他便会引来日军踏平龙图商会。沈孝不再姑息，当即下令请出家法，清理门户，严惩叛国逆贼。顾明轩伏法后，日方再度挑起事端。日本领事馆以侨民遇袭为借口，施压租界巡捕房查封龙图所有产业，出动军队包围城北码头，扬言要抓捕所有龙图成员，彻底铲除本土势力。日方佐藤少佐当众放话，沈孝一旦露头便直接开枪击杀。沈孝无惧枪炮威胁，孤身向前对峙，巡捕房持枪阻拦，扬言越线便开枪。沈孝气场凛冽，强硬警告日方，此地是中国上海，绝非日本租界，对方若敢强行开战，自己必先取其性命。日方被沈孝气势震慑，随即下达终极战书。日本顶级武道宗师千叶拔刀流传人千叶真一即将抵沪，3日后在虹口道场展开生死对决。若是沈孝战败，不仅自身性命不保，整个城北码头尽数划归日军所有。日方宗师千叶真一极为狂妄，自诩军中修罗，曾单人击溃一整支叛军连队。他扬言无需火器，仅凭一把木剑就能击碎沈孝全身骨骼，让沈孝与中国武术一同沦为笑柄，跪地忏悔。大战前夕，妹妹沈念满心担忧，劝说沈孝放下恩怨，离开上海避祸。在他心中，沈孝永远是那个淋雨背着自己的亲哥哥，无关江湖龙头的身份地位。沈孝温柔安抚妹妹，许诺打赢此战，就带她去吃城南最好吃的生煎包。有人曼青深知千叶真一实力强悍，手段狠厉，再三担忧沈孝难以抗衡。沈孝坦然道出应战初心，这场对决早已不是私人恩怨，日本人妄图借助武道打压国人骨气，击碎民族精神，逼上海滩本土势力不战而降。他必须站上擂台，当众证明中国人绝非东亚病夫。虹口道场终极对决正式开启，千叶真一手持木剑率先出手，言语极尽羞辱，扬言要让沈孝和中国武术在泥里忏悔。沈孝沉着应战，凭借精湛武艺正面击溃对手，当场击碎对方木剑，霸气回队。日方武道不值一提，中国领土不容外敌放肆，勒令日方势力尽数滚出中国地界。战败的千叶真一彻底撕破武道伪装，日方众人无视擂台规矩，公然下令开枪扫射。
直言日本颜面比武道规矩更重要。危急关头，黄探长突然带队反水，当众怒斥日方恶行，表明自己身为中国人，绝不帮外敌欺压同胞，号令所有巡捕调转枪口，移至对外，誓死护住沈孝与劳工同胞。沈孝再度警示日方，上海是中国土地，不容外人肆意猖狂。随后众人接到线报，佐藤与藤原家族恼羞成怒，计划强行接管城北码头，将藏匿的50吨大烟土通过6个隐秘窝点全面投放黑市，彻底榨干上海滩底层百姓的生机。为彻底铲除毒瘤，守护百姓，沈孝邀约黄探长联手除奸。黄探长毅然应允，坦言放任烟土流通，自己便是民族罪人，当即宣布全队听从沈孝调遣，全力围剿日方烟土窝点。众人连夜出击，接连捣毁所有隐秘仓库与烟管，切断日方通讯线路，将50吨害人烟土尽数焚毁，彻底肃清上海滩潜藏的烟土隐患。日方数年布局毁于一旦，气急败坏却无力回天。就在众人以为危机尽数解除之际，噩耗突然传来，沈念被藤原龙之郎暗中掳走。手下火速汇报，众人赶到现场时，留守护卫尽数被打晕。藤原龙之郎留下狠话，勒令沈孝孤身前往黄浦江7号废弃船坞，但凡携带一人前往，便直接引爆炸药，撕票杀人。身边众人纷纷极力劝阻，废弃船坞是日方精心布置的死局，龙潭虎穴，孤身前往必定九死一生。劝说沈孝暂且隐忍，从长计议，切勿冲动送死，白白送命。沈孝心系妹妹安危，不顾所有人阻拦，毅然孤身奔赴船坞救人。藤原龙之郎早已在此等候，性情癫狂的他当众嘲讽沈孝威风凛凛，身手不凡，如今却只能任自己拿捏。他扬言要用刀背敲碎沈孝全身骨头，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沦为废人。随后手持炸药开关威胁，逼迫沈孝放下武器，跪地臣服。稍有反抗便引爆炸药，让沈念粉身碎骨。为护住妹妹性命，沈孝强忍屈辱，束手就擒，任由对方肆意折磨。即便身受重伤，满身伤痛，他依旧温柔安抚受惊的妹妹，让她不必恐慌，有哥哥在，就绝不会让她出事。日方众人见时机成熟，准备当场斩杀兄妹2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龙图商会兄弟及时驰援赶到，与日方势力展开殊死搏斗，全力护住沈孝与沈念。经过一场惨烈厮杀，众人成功斩杀藤原龙之郎，彻底拔除黑龙会在上海滩的所有据点，取得了为国除奸的最终胜利。沈孝当即下令全员收队休整，传令次日清晨让龙图商会的旗帜插遍上海滩所有码头，宣告本土势力彻底掌控上海滩格局，击碎外敌侵占本土的野心。战事落幕，大局初定，一位神秘洋人突然现身与沈孝对话。神秘人坦言，自身身份无关紧要，关键在于沈孝接连破局，铲除外敌，肃清烟土毒瘤，彻底打破了公共租界董事会掌控的上海滩利益平衡。他还揭露，七爷顾老七当年遇刺惨死绝非意外，是租界董事会不满其强硬风骨，借日本人之手暗中除掉了他。神秘人直言，上海滩真正的权力博弈、明暗较量，此刻才刚刚拉开序幕。面对租界洋人的暗中施压与全新的格局纷争，沈孝毫无畏惧，气场全开，坦然接手上海滩所有局势，直面即将到来的层层挑战。故事最后，新一轮武道切磋正式开启，双方约定纯粹比武，只分高下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插手干预。上海滩全新的纷争与博弈悄然来袭。